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在综艺节目愈发强调真实感与情绪共鸣的当下，一句看似普通的话，往往能够引发意想不到的社会讨论。在最新一期《亲爱的客栈》中，王鹤棣对秦岚一句"身体是自己的"的提醒，正是这样一个瞬间，他不喧哗，却直击人心；不刻意煽情，却让观众产生广泛共鸣。这不仅是一段温暖的姐弟对话，更成为一次关于工作、责任、身体边界与情感表达的公共讨论入口。被放大的日常瞬间，综艺语境下的真实与共情。从节目呈现来看，这段对话并没有复杂的剧情铺垫，只是发生在再普通不过的一顿饭桌交流中。然而，正是这种去戏剧化的自然流露，使其具备了高度的真实性。王鹤棣的提问并不直接，他没有用命令或劝阻的语气，而是以观察者的姿态切入：你是天生爱干活，还是在帮大家？这一问题既是好奇，也是试探，体现出一种典型的年轻男性式关心不越界，却在意。而秦岚的回应则极具个人风格，坦诚、理性，又带一点自我调侃。他将劳动重新定义为运动，将责任合理化为习惯，将付出淡化为自然行为。这种表达方式让他既维持了能干的形象，也避免了情绪负担。但真正的情绪转折点来自那句"但身体是自己的"。这句话的力量在于它的非对抗性与终极性。他没有否定对方的行为，却提出了一个无法反驳的前提：身体的归属权与使用权最终属于个体本身。专家视角，这是边界感沟通的典型范例。针对这一互动，不少心理学与传播学领域的专家也给出了专业解读。1、情绪心理学，低侵入式关怀的高效表达。中国传媒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李安然指出，王鹤棣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典型的低侵入式关怀。他没有直接说你应该休息，而是通过价值提醒，让对方自行判断。这种方式更容易被成年人接受。双引号，在成年人社交中，被指挥往往会引发防御机制，而被提醒则更容易引发自我反思。这也是为什么秦岚在最初未察觉含义，但在他人点拨后会产生恍然大悟的反应。2、职场行为学，责任型人格的自我消耗。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员周一恒则从职场角度分析，秦岚所展现的是典型的责任型人格，他们往往将团队利益置于个人需求之上，并通过持续付出来确认自我价值。但这种模式如果缺乏边界，很容易走向自我消耗。双引号，在现实职场中，这类人往往是最可靠的员工，却也是最容易疲惫与透支的一群人。3、社会文化学，从吃苦耐劳到可持续努力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思远认为，这段对话折射的是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转型，从过去强调吃苦耐劳，到如今逐渐强调可持续努力。双引号，也就是说，努力不再被简单等同于长时间劳动，而是需要考虑效率、健康与长期发展。人物关系的延伸，从理智派生活到现实互动的情感延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王鹤棣与秦岚并非首次合作。在电视剧《理智派生活》中，两人曾饰演具有年龄差的姐弟角色，建立起一种既克制又亲密的关系模式。这种熟悉感在综艺中得以延续，使得他们的互动更加自然可信。王鹤棣的关心并非突如其来，而是建立在长期观察与既有默契之上的表达，而秦岚的回应也带有对对方性格的了解与包容。这种半熟关系恰恰是最容易产生真实情绪流动的状态。舆论场的两极分化，温暖之外的质疑与反思。尽管大多数观众对这一片段持正面评价，但在社交媒体上仍然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声音。支持派，这是成年人最舒服的关心方式。支持者普遍认为，不说教，不越界，这才是高级关心。
王鹤棣真的很细心，观察力很强。秦岚这种人太真实了，像极了职场里的自己。有网友留言，这一句身体是自己的，比100句你辛苦了更有力量。双引号。还有人将其称为成年人沟通教科书，认为这种表达方式值得学习。质疑派是否被过度解读？但也有部分网友持不同看法。一句普通关心被放大成社会议题，有点过度。综艺剪辑有引导，不一定完全真实。秦岚是成年人，她的选择不需要被纠正。更有网友直言，这不就是同事之间一句客套话吗？为什么非要上升到价值观？双引号。这种声音提醒大众，在媒介传播环境中，任何情绪片段都有可能被意义化，而观众的解读往往带有主观投射。中立派共鸣来源于现实，而非事件本身。还有一类观点更为理性，大家讨论的其实不是王鹤棣和秦岚，而是自己。双引号。这类网友认为，这段对话之所以引发热议，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处境：想努力，但又怕透支；想负责，但又怕被消耗；想被关心，但又不愿被控制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场关于如何在努力与自我之间找到平衡的集体焦虑投射。从个体到群体，这段对话为何能成为社会镜像？从传播学角度来看，这一片段具备爆点内容的几个关键要素：一、情绪浓度适中，不激烈、不极端，却足够真实；二、角色关系清晰，细心弟弟与能干姐姐的反差设定；三、议题具备普适性，健康、工作、责任人人相关；四、留白空间充足，观众可以自由解读与投射。正因如此，它才能从一个综艺片段延伸为一次公共讨论。延伸议题，当努力成为一种压力标签，在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中，这段对话还触及了一个敏感话题：努力是否已经变成一种负担？双引号。过去，努力工作是一种被高度赞扬的品质，但在当下，一些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一价值：是否所有努力都值得？是否可以选择不过度努力？是否有权为自己设定边界？而秦岚代表的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高投入型人格，而王鹤棣的提醒则更接近当代年轻人的自我保护意识。两种观念在同一空间中的碰撞，使得这段对话具有了时代意义。结语：最好的关心是让对方拥有选择权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这具身体是自己的为什么会打动人？或许答案很简单，它不是在告诉对方该怎么做，而是在提醒对方，你可以选择。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、压力越来越大的时代，这种允许选择的关心，比任何建议都更温柔，也更有力量。而王鹤棣与秦岚的这段对话，也因此超越了综艺本身，成为一次关于人际关系与自我边界的生动注解。或许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我们羡慕的不是他们的互动，而是那种被理解、被尊重的感觉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